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法令纹是由鼻翼到口角两端的两条纵纹，也称之为绶带，主个人的事业、工作和社会地位，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会渐渐出现的。有很多女孩会觉得有法令纹影响美观，想尽办法弄掉。其实在面相学中占有着一席之地，不是所有法令纹都是坏面相的。下面大佬就和大家分析一下怎么由此看命运。5种富贵法令纹。法令纹又深又长。法令纹代表着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、威严感和成就感。如果一个人的法令纹长得又深又长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头脑非常理智，思考问题头脑也比较清晰，而且内心正直，做事公私分明，性情较为的稳重，平时看上去也比较的威严，心思也比较重，不喜欢把自己的心里的真实想法讲出来，在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，也容易得到他人的尊重和信赖。法令纹线条清晰。很多人听到法令纹而色变，尤其是女性，仿佛法令纹便是老去的象征。实际上，有些法令纹预示着好命，有这类法令纹笑都来不及。如果法令纹延伸到地格，不是很宽广，线条清晰，虽然比不上前者，但这也是一种不错的象征。有这种纹的人通常比较长命，其一生没有什么大成就，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，但日子却过得非常舒坦。法令纹出现分支。法令纹上又生了支纹，原纹路和支纹都较为清晰，明显的在相理上成为阴质纹。有这种法令纹的人表示其晚年运势很好，一生功成名就，为人处事合情合理，会得到大众的认可，晚年会成为一个举足轻重、受人尊重的人。同时儿女的运势也非常好，家中溢出贤能。法令纹如钟形。法令纹代表着一个人的威望、领导力和社会地位，也可以根据法令纹的形状判断一个人的性格、健康和寿命。如果一个人的法令纹长得宽大如钟形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做人做事都特别认真，责任心非常强，对自己对他人的要求都比较高，凡事都要力争做到完美。对于子女的要求也比较严格，子女长大后会非常的孝顺有出息，自身事业发展较好，能够受人尊敬，也比较的长寿。法令纹如八字形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法令纹处长有八字纹，则一般的情况下，拥有此种面相的人往往性格方面会比较的稳定，不会刻意的追求权贵，在事业上的发展也会非常的顺遂，尤其是在步入到中晚年的时候，往往会凭借着他们的个人本事过上富裕的生活，日子大多数都不会过得太差，而且他们多半都没有心病，就算是升职加薪也不会过于骄傲，能够成就大业。10种贫穷法令纹。年纪轻轻便有法令纹。一般来说，人到中年时期法令纹才会慢慢的变得明显。如果一个人年纪轻轻时法令纹看上去就非常明显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出身的家境不是很好，所以需要在很早的时候便进入到社会中去打拼，而且家中也不能够给他们提供太大的帮助，凡事都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，所以早年时期比较的超扰辛苦。而中年时期仍然没有法令纹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前半生比较顺利，但在中年时难以获得太大的成功和社会地位，后半生过得较为艰难。法令纹又短又小。如果法令纹长得又短又小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意志力不够坚定，做事缺乏坚持，喜欢半途而废，没有上进心和责任心，思想和心理方面也比较的幼稚，考虑事情不够成熟，做啥不成，注重安逸和享受，不懂得挣钱就知道花钱，属于典型的败家子面相。法令纹出现断裂。如果一个人的法令纹从中间出现断裂，分为上下两段的话，这种人父母缘比较浅薄，从小就开始吃很多的苦头，经受很多的困难和挫折，慢慢被生活打击的自信心严重不足，意志力也比较薄弱，性格方面也会变得较为软弱，遇到困难就喜欢逃避退缩，越来越没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，即使是自己白手起家去创业，也是磨难重重，想要获得成功需要付出比别人多出几倍的努力才可以。法令纹从眼下开始。大多数人的法令纹都是从鼻翼的两侧开始的，
不过有些人的法令纹却是从眼睛下方开始的，这种人一般性格较为的内敛，心性非常孤傲，不喜欢与他人过多的交流，交际能力比较弱，也不喜欢受到别人的约束和管制，向往自由，特别的喜欢冒险，容易喜欢一些极限或者是有挑战性的爱好。5. 法令纹从鼻侧远远朝向耳际，这种法令纹长的距离非常宽，一般长有这种法令纹的人，脸部的苹果肌会特别的明显。这种面相的人头脑非常聪明，很有创意和想法，但是个性却非常的自我，做事只顾自己，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，所以人际关系比较差，几乎没什么朋友。在事业方面也没有人出手相助，很难获得成功。6. 法令纹左右对称，不论是法令纹还是五官，在相学中都以左右对称为佳。如果不到20岁，年轻人长有两侧对称的法令纹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亲戚缘淡薄，父母双亲不能在事业方面给予他们帮助，事业方面难以获得成就。若是中年人的法令纹左右两端对称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工作很有热情和干劲儿，做事认真负责，工作能力出色，老年时事业和财运都能更上一层楼。而法令纹如果是两边长短不一的话，这种人一生的运势起伏比较大，事业和家庭不稳定，一生操劳奔波。7. 法令纹弯长至嘴角，如果一个人的法令纹弯长至嘴角的话，也称腾蛇入口。这种面相的人一般心态非常的差，经常会因为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陷入到焦虑之中，说话没有很纯，特别的容易得罪人，人缘非常差，而且类型特别的消极，几乎没有什么爱好，也没有责任心，干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，一生财运非常差，不努力的话吃不饱，属于天生贫穷之相。8. 法令纹绕口的面相，如果一个人的法令纹长得又深又长，看上去就像环绕着嘴巴一样，这种人的性格大多非常的忧郁，做事不够果决，缺乏魄力和决断力，没有主见，在事业方面容易错失很多机会，工作方面也是瞻前顾后，顾虑重重，领导力不足，只适合做一些执行类的工作，也不太善于处理家庭关系和矛盾，夫妻关系不稳，事业和家庭都比较的失败。9. 半截法令纹面相，如果一个人的法令纹非常短，看上去只有短短的一小截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做事时也是喜欢虎头蛇尾，很难做到有始有终，喜欢中途放弃，缺乏坚持，对待感情时也是三心二意，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特别的花心多情，处理感情问题时非常的纠结和优柔寡断，感情运不佳，晚年容易陷入孤独。10. 法令纹不明显，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法令纹长得一点也不明显，看不出来，则这样的人性格比较的清淡，没有啥大追求，往往会在一个工作上做到头，甚至还会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往往成不了啥大气候，甚至于只会顾及自己的死活，完全不管别人的生活过得怎么样，所以他们的成就很难会太高，日子注定就是穷苦相，很难成不了啥大的发展，经济上难以稳定。每个人的法令纹不同，所象征的命运也有所不同，但无论你的法令纹是好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下巴属于面相中的一部分，虽然不是主运，却与人中一样，管着你的晚年运及人生福气，所以小事不得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如何从下巴来看你人生的祸福呢？1. 方下巴，事业成功，寿命长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比较方阔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做事很有原则，而且很有上进心，不过自尊心太强，非常的爱面子，表达能力不是很好，容易得罪人，所以朋友很少。不过这种人目标感非常强，做事也很有条理，做事认真，有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，身体健康，容易长寿，事业也容易获得成功，对待感情比较的理想主义，也比较的专一，对事业很有进取心，还有着很强的责任心。男人方下巴，性格强硬，一生忙碌；女人方下巴，做事果断，异性缘好，但意志力不强。2. 下巴长，聪明能干。
下巴如果长得比较长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内心比较的正直，做事积极而主动，稳重而大方，而且很有坚持力，能够有始有终，不喜欢中途放弃，并且精力充沛，重情重义，乐于帮助他人，人缘非常的不错。女人下巴长，外刚内柔，家庭责任感比较强，做事有条理，懂得精打细算，但是掌控欲强，家中容易出现女强男弱的现象。男人下巴长且宽，属于典型的实干派，有着很强的领导力，但比较的大男子主义，对家庭缺乏关心和重视。3. 圆下巴，女有福，男有财。如果下巴长得较为圆润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温和，心胸豁达，有着很强的亲和力和包容心，待人谦逊有礼，而且这种人不论男女，大多非常的顾家。男人长有圆下巴的话，大多性格温顺，子女贤孝有出息，事业和爱情都比较顺利，而且很有责任感，待人也非常的真诚。虽然缺少一些灵活和冒险精神，但特别的可靠稳妥，一生安稳幸福。女人下巴圆润的话，大多非常的善解人意，懂得为他人着想，人缘非常好，婚后旺夫兴家，晚年富贵有福气。4. 下巴短，晚年无靠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较短的话，这种人头脑聪明而理智，但是想法容易不切实际，有一些神经质，性格方面比较的善变。男人如果下巴较短的话，大多行动力不强，属于那种想法比较多但做得很少的类型，做事不够主动，也不善于交际，人际关系一般，事业上难有太大的作为。女人如果下巴过短的话，考虑问题比较现实，但做事没有长性，容易见异思迁，家庭稳定性比较差。5. 蟹下巴，一生漂泊。蟹下巴指的是下巴长得像后缩，这种下巴的人大多性格方面比较的内向，个性也非常的不稳定，做事有时会比较任性，缺乏耐心，而且思想容易走极端，做事有时候不考虑后果，容易半途而废。这种人理财能力和攒钱能力比较差，处事比较武断，感情不太顺利。相书中有云，下巴后缩，家里没窝，晚年生活比较孤苦。男人长有蟹下巴，大多缺乏自信，一生比较平庸。女人长有蟹下巴，缺乏耐心，做事比较怠慢，婚姻不理想。6. 兜下巴，事业成功，晚景无忧。兜下巴指的是下巴长得小巧圆润且向前方翘起，正所谓下巴有兜，一生无忧。长有兜下巴的人大多比较自我，做事坚持，而且爱好广泛，很有才华，异性缘非常的好。男人如果长有兜下巴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比较顾家，个人能力也比较强，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。女人长有兜下巴的话，个性温和，容易相处，而且富有爱心，家庭责任比较重，对长辈孝顺，工作时也很积极热情，家庭和谐稳定，晚年富贵无忧。以上6种下巴，你是哪一种呢？人的下巴面相能够预测晚年生活是否安定，以及与晚辈的相处情况。在面相学方面说，下巴圆润者晚年生活安逸，下巴尖尖削者晚年辛苦。但是面相仅提供参考，不能一概而论，生活好坏也是与人的努力有关。无论我们拥有怎样的下巴，都有能力让自己过上幸福的晚年。下面接着来看晚年生活如何看下巴面相。1. W 型下巴。W 型下巴也就是下巴中间稍有凹进去，呈现微微的 W 型。有这种下巴的人较具有个人魅力，并且晚年体力不衰，老当益壮，生活丰富精彩，持续发光发热，是晚年运不错的下巴。譬如著名美女影星林青霞和迈克·道格拉斯，下巴就是呈 W 型的。呈 W 型的人审美观家，在艺术美学等创作方面有不错的表现，不喜欢
庸俗平凡的事物。由于感情丰富又有魅力，恋爱机会往往很多，但奇妙的是，他们却能做到巧妙控制恋爱节奏，懂得自制，不至于因滥爱而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。人老而心不老的持续尝试各种事物，将使他们拥有丰富的晚年。2. 尖削的下巴。下巴尖削的脸比较常在女性身上看到，俗称瓜子儿脸。由于这种脸型迎合了现代人的审美观，因此常得异性喜爱。年轻时的运势是左右逢源，颇吃得开，但是这种下巴晚年运势平凡，因此年轻时需培养节约储蓄的观念，钱不可使尽，且心存厚道，晚年才得以安然地颐养天年。若下巴不止尖削，还同时后缩的话，稍稍后缩是 OK 的，表示个性谦和淡泊，不与人争。若下巴后缩明显严重，表示脑部发育不完全。面相是人体五脏六腑形于外的展现，且个性太过敏感，常会做错决定，晚年辛苦，要把神经练得大条一点。3. 宽厚的下巴。下巴宽厚丰满的人一般晚年运很好，也较得晚辈部属的拥戴。下巴的肉以结实为佳，如果肥肥软软的这种虚胖的肉不值钱，只是代表常得口福，并不代表晚年幸运。下巴又圆又大、结实丰满的人，待人处事富人情味，多能营造家庭温暖，晚年的婚姻和财运都不错。就算是做不婚族的单身王老五，也是凡事看得开想得开，烦恼不上心，晚年是过得乐天知命，快活逍遥得很。4. 下巴有痣。黑色红色的痣为美痣，咖啡色灰色边缘不整齐的痣为恶痣。下巴有美痣的朋友能得到部属及晚辈的效力和尊重，晚年生活常常不虞匮乏，能有福气居住到好的住所，所谓福地福人居。女性婚前不乏男生喜欢，婚后也是工作与家庭都能打理得很好，是很好的相。相反的，下巴有恶痣的朋友晚年必有一失，状况轻一点就是住所不佳，容易住到出状况的房子，譬如海沙屋或凶宅。更有甚者，晚年将无法守住祖业及打拼成果。更不好的可能性是和后辈处不来，事业和家业被下属儿女败光，老运因此坎坷。庆幸的是，志向与其他征兆相比，是影响命运较轻微的。5. 双下巴。双下巴是一种福相，大家不要误以为双下巴就是肥胖造成的。双下巴的形成和修养心地有关，和胖瘦无关。许多瘦子也有双下巴，心地好，修养好，有度量，双下巴就慢慢的日积月累跑了出来。许多人是中年以后生出双下巴，有双下巴的朋友自然而然就广结善缘，财运特别好，常有意外之福，还和房子特别有缘，不动产的运气佳。人家买屋是勒紧裤腰带，苦哈哈，你是不知不觉就赚到2-3间房，做无壳蜗牛的几率甚小。双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面相学是一种通过观察一个人面部特征来论命的科学，在我国流传已久，民间老百姓也通过自己的经验总结了许多看相俗语，因通俗易懂又朗朗上口，在民间广为流传。娶妻不娶颧骨高，嫁汉不嫁连眉梢，眉看兄弟眼看心，人中里边看子孙，就是与面相识人有着极大关系的经典俗语。那么这些俗语究竟是什么意思？真的可信吗？今天大佬来为大家具体讲解一下。娶妻不娶颧骨高。从医学角度来讲，颧骨乃面颅骨之一，颧骨高低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面部轮廓。按照现代的审美观来看，一个颧骨比较高的男人或女人往往都会给人一种刚毅立体之美。从古人的识人术或者说面相等角度来看，颧骨高
未必是一件好事儿，因为按照古人的想法来看，一个颧骨特别高的女人往往都是刑夫克子之相。这在古代对于身份和地位都比较低的女人而言，绝对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。她们会因此受到社会的排挤，大多数颧骨高的女人要么终生未嫁，要么就会命苦。从古代面相学角度出发，颧骨高的女人权力欲、控制欲都比较强。在古代，一个拥有称王称霸思想的女人，又怎么可能受到男人的青睐呢？尤其是权字与权谐音，颧骨高就预示着权力欲望强，所以哪个女人娶了这种女人，势必会出现女强男弱的现象，不但会在压抑中苦度日月，而且娶了这种女人还会备有克夫的生命危险。因此在古代男人的心目中，根本不能娶颧骨高的女人。当然，按照现在人的想法来看，这其实只是一种迷信思想而已。虽然说从一个人的面相可以看到内心世界，但是这种事情也并非绝对。在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中，找一个高颧骨的女人反而具有另类美感，所以会成为男人们追逐的对象。嫁汉不嫁连眉梢，有一句俗语叫做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古代社会男主外女主内，加上女人的地位比较低，根本不能抛头露面，只能依附于男人生活，所以嫁给一个有能力又疼爱妻子的男人，是女人内心中最大愿望。但是有一种男人却千万不能嫁，就是长着连眉梢的男人。这种眉毛又可以称为交连眉或连心眉，说白了就是眉毛连在了一起，就是大家熟知的一字眉。李商隐在《李贺小传》中曾对李贺的相貌做出了一番调侃：长及细瘦通眉，长直爪，说白了诗鬼李贺就长着通心眉。而《黄帝内经》中有云：眉毛为中正之功，决断出焉，眉毛胆之苗，此为决断中正处。眉毛又为行动之本，主管勤劳懒散。眉毛又为执着亢上之星，主管性格脾气。指的是眉毛的样式或形态，其实可以表现出一个人的健康，同时也可以体现出命运。从面相学角度来看，连眉梢的男人一般都气量狭小，亦或是心智不全，思维混乱，做事情总是鲁莽糊涂，状态不稳。这种男人终生都难成气候，最重要的是还有暴力倾向。所以说，长着连眉梢的男人，古代女人绝对不会嫁。眉看兄弟，眼看心。首先是眉毛所代表的是兄弟，它不光代表了个人的感情和性格，还包括了个人同亲友之间的关系。古人将眉毛称之为兄弟宫，认为眉毛形态体现了一个人的性格优劣与感情运势。古人通过一些论证得到这样的结果。眉毛的形态可以直接反映这个人的心理活动，比如说眉毛长得棱角分明，这样的人普遍是直脾气，但是性格容易暴躁。古人普遍认为眉毛长且顺的人脾气不会太差，是一个人正直且勇于承担的品性表现，而这样的人无疑是社交的宠儿，通常受人待见，容易遇见贵人。如果眉毛长得非常的流畅，不但长而且非常的密，这样的人性格会非常的和气，同时也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。如此一来，事业自然也就通达顺畅，是古人较为欣赏的一种眉毛形象。相反，如果眉毛呈现中断、逆乱、黄渤或者是半截眉的形态，则被古人视为不吉，认为这样的人通常脾气暴躁，意气用事，容易迁怒于身边的亲人和朋友，是刑克眉的一种体现。这样的人眉毛长得杂乱无章，甚至眉毛中间会出现断层，眉毛的颜色发黄焦枯。古人认为这样的眉毛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厄运，毕竟这样的人脾气暴躁，
是一个十分不好相处的人。人中里面看子孙，人中无论是在相学还是医学都是非常常见的名词，而它的位置在很多影视剧中都有体现，就是上唇上方正中的凹痕，也常称之为人中沟，历来都是人们熟知急救穴位。古人认为人中代表了个人的寿命与子嗣，而宽深通达的人中则预示着此人不但长寿，而且会子孙满堂。相反，古人对浅平、狭窄、庸滞的人中则颇为排斥。人中是一个非常受古人重视的位置，甚至于他们认为人中的长短直接影响到这个人的寿命和生育能力。比如说，人中宽而身长的人会认为是个长寿之人，而且子孙满堂。也许现代人不太理解，但在古代确实如此。所以古代摆摊算命的人很多，其中多数都是大忽悠，根本没有真才实学，只是利用雕虫小技让人上当。一个人无论长什么样子，其实都是娘生父母给的，所以丑还是美都没有必要骄傲或自卑。面相本身就是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虽然说有的地方有一些道理，但是也不能全部偏听偏信。总的来说，单纯的通过面相算命来断言一个人的一生，显然是极不合理的。因为一个人的性格或行为也与后天环境有很大关系，需要结合整体情况综合判断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